今天我们来聊聊慢性发炎这个隐形杀手。很多人觉得身体小毛病不算什么，关节常年隐隐作痛，肠胃时好时坏，血压血糖有点偏高，以为忍一忍就过去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些小问题背后可能藏着同一个祸根，那就是慢性发炎。长期的发炎反应会像暗火一样在体内燃烧，日积月累毁坏组织，让我们一步步走向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、关节炎甚至癌症的深渊。别再让慢性发炎毁健康。今天就带大家揭开慢性发炎的真面目，以及如何透过吃对食物来把这把火给灭了。最新研究显示，全球公认的第一消炎食物竟然是它。究竟是什么神奇宝贝？还有哪些平民消炎神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，一次解决肠胃、关节和三高问题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首先，我们得明白什么是慢性发炎。发炎其实是身体自我防卫的机制。当你受伤或感染时，免疫细胞会释放物质，引发发炎反应，来对抗外敌，修复组织。急性发炎时，你会看到红肿热痛，那是免疫大军在战斗。然而，慢性发炎比较阴险，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或高烧来提醒你，可能只是常感觉疲倦，肠胃时常不适，莫名关节僵硬，甚至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它潜伏在体内，日复一日的损害健康，血管内壁受到攻击，长出粥样斑块，关节软骨被慢慢磨蚀，胰岛素作用变差，血糖居高不下，甚至连细胞的 DNA 都可能在慢性发炎环境中出错，引发癌变。听起来是不是很严重？的确，科学家早把慢性发炎称为万病之源。那么这把体内之火从何而来？很大程度上，生活方式就是点火器，其中饮食扮演了关键角色。现代人的餐桌上充斥着发炎帮凶，例如精制糖和含糖饮料会令血糖飙升，促使胰岛素抗性加剧，刺激身体释放更多促发炎物质。加工红肉和烧烤含有大量饱和脂肪和中末糖化产物，一样让发炎指数直线上升。还有反式脂肪，比如部分氢化植物油做的糕点和过量的 Omega-6 植物油，如大量使用的玉米油、葵花油，它们在体内代谢后容易产生促发炎的介质。如果我们餐餐高油高糖，爱吃油炸和加工食品，等于在体内不断浇汽油，难怪发炎的火苗会越烧越旺，让人老得快，病不断。好消息是，既然吃错东西能点火，吃对东西就能灭火。近年来，科学界对抗炎饮食展开了大量研究。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追踪了超过20万人，长达30多年，发现饮食中的细微差别足以影响健康走向。他们将食物按促炎或抗炎特性进行打分，结果显示，经常摄取抗炎食物的人群，心血管疾病如心脏病、中风的风险比爱吃促炎食物的人低了将近30%。反之，大口吃红肉、加工肉、白面包、含糖饮料的那组人，不仅炎症指标明显偏高，罹患慢性病的比例也节节攀升。这项研究登上权威医学期刊，引起全球医学界关注，证实了食物就是最好的药物。这句老话一时间，抗发炎饮食怎么吃成了养生热搜词。然而，五花八门的抗炎食物到底谁最厉害？最新的发现令人跌破眼镜，全球公认的消炎之王不是某种名贵药材，也不是当红的姜黄、亚麻籽，而是一种存在于平凡食物中的营养素。是的，这位低调的抗炎英雄就是谷氨酰胺。听起来有点拗口，别急，让我们认识一下它。谷氨酰胺是一种人体常见的氨基酸蛋白质的构成单位，也是我们肠道黏膜细胞最爱的能量来源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肠道的燃料和修复工，专门负责养护我们的消化道屏障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现代医学发现，肠道是慢性发炎之源之一。如果肠道黏膜受损，肠壁变得松动，俗称肠漏，食物残渣和细菌毒素就会偷偷漏进血液，引发免疫系统的持续警报，全身性慢性发炎也就随之而来。所以，要灭掉慢性发炎这把火，第一步是修补肠道屏障，阻断火源。而谷氨酰胺正是修补肠道的关键物质。早在20世纪中叶，就有医生发现了谷氨酰胺的神奇威力，
相传当年有胃溃疡患者每天喝新鲜高丽菜汁，不到10天溃疡竟奇迹般愈合，让医生们大吃一惊。要知道，传统治疗需要几十天才能痊愈。深入研究后发现，高丽菜富含一种抗溃疡因子，后来被称为维他命 U， 其实并非真正的维生素，而是指谷氨酸甲基转移酶等成分，其中主要工程正是谷氨酰胺。高丽菜治疗法证实了谷氨酰胺对胃肠黏膜修复和消炎的威力，受伤的黏膜细胞在谷氨酰胺的滋养下快速再生，发炎反应随之消退。这样的案例给了科学界重要启示。如今的研究更进一步证实，谷氨酰胺不仅对肠胃有益，还能调节全身的免疫反应。足够的谷氨酰胺有助于免疫细胞维持平衡，减少它们过度释放促炎物质，如一些细胞激素，同时增加抗炎因子的分泌。换句话说，谷氨酰胺就像体内的消防队长，专门负责修补漏洞和抚平免疫系统的过激反应，把无休止的慢性发炎熄灭在源头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要问，既然谷氨酰胺这么厉害，我是不是要去买保健品来吃？其实不需要，大自然早就把谷氨酰胺丰丰富富藏在日常食物里了。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，你一定都认识。瘦牛肉、羊肉、鸡胸肉、鱼虾、海鲜、蛋类、牛奶、大豆等高蛋白食物都是谷氨酰胺的极佳来源。在众多食材中，尤其以牛肉和卷心菜、高丽菜的谷氨酰胺含量突出，难怪最近有专家惊呼，全球第一消炎食物原来是牛肉。当然，这里指的是适量摄取优质牛肉，最好是草饲牛肉，因为牛只吃草长大，肉中 Omega-3 含量更高，抗炎效果更佳。至于蔬菜界，平平无奇的高丽菜堪称谷氨酰胺小超人，不但富含维生素 CK 和纤维，还提供植物中少见的大量谷氨酰胺。这种便宜菜简直是肠胃的恩物，怪不得冬天的白萝卜炖高丽菜汤被称为穷人的补汤，既暖胃又消炎。说到白萝卜，它本身也是消炎好手，我们稍后再细说。总之，只要你每天饮食中有一份高蛋白，比如一小碗瘦肉或几两豆腐，再加上一碟十字花科蔬菜，如高丽菜或花椰菜，谷氨酰胺就在默默帮你守护肠道，把住抗炎的第一关口。除了谷氨酰胺这位扛把子，抗炎食物军团中还有许多平民英雄，各有各的独门绝技，联手将慢性发炎赶出你的身体。我们依次来盘点。1. 十字花科蔬菜，天然消炎菜王。刚刚提到高丽菜、白萝卜，其实它们都是十字花科家族的成员。这个家族包括花椰菜、青花菜、豹子、甘蓝、大白菜、芥蓝等。一提到抗癌防炎，十字花科蔬菜从来榜上有名。它们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K、叶酸和膳食纤维，还有一类特殊的植物化合物，例如硫配糖体，吃进身体后会转化成强力的硫代芥子油等物质，能促进体内解毒酵素的活性，对抗氧化压力，并降低炎症。在医学界，甚至有天天一杯花椰菜疾病远离我的说法。前阵子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，就是靠十字花科蔬菜成功把发炎指数压到最低。他原本在体检中意外发现炎症指标 CRP 高达6，正常人平均约1以下，可是仍不觉得哪里不舒服，典型的隐性慢性发炎。医生立刻提醒他调整饮食，每天至少半碗煮熟的十字花科蔬菜，比如烫青花椰、佐橄榄油、清炒高丽菜或者白萝卜排骨汤，同时少吃那些高 Omega-6 的油腻加工品。结果短短2个月，他的 CRP 从6骤降到 0.6， 几乎恢复正常。这个病例让人印象深刻，没吃一颗药，全靠便宜菜，就把体内的无形之火给扑灭了90%。十字花科蔬菜中的确藏着惊人的力量，特别提一下白萝卜。民间有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处方。一说白萝卜被誉为平民人参，因为它价格低廉，却营养丰富，维 C 酵素和纤维质协同作用，不仅助消化、清热消炎，还能止咳化痰，稳定血压和提升免疫力。中医认为白萝卜能消积滞、化痰热。在现代营养学看来，它所含的木质素有提高巨噬细胞活性的作用，芥子油成分则有抗菌抗炎效果。
所以别小看饭桌上一盘萝卜。2. Omega-3 丰富的食物为身体灭火的好油。前面提到要少吃促发炎的劣质油脂，那该选择哪些油呢？答案是多给身体补充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，在人体内会代谢出抗炎作用的分子，它就像冰水一样，可以浇熄 Omega-6 这桶油所带来的火焰。研究发现，适当提高 Omega-3 摄取，降低 Omega-6 比例，能显著减少体内发炎介质，如前列腺素、PGE2 等的产生。Omega-3 的最佳来源无疑是深海鱼，例如鲑鱼、青鱼、沙丁鱼、金枪鱼等肥美的冷水鱼，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大 Omega-3 脂肪酸。一周吃2到3次鱼，对心血管和关节都大有益处。有人发现，经常吃深海鱼的人，关节疼痛和僵硬感都有减轻。这不是巧合，鱼油中的 EPA 可抑制体内发炎因子，作用类似温和的止痛抗炎药。除了鱼类，植物里也有 Omega-3， 例如亚麻籽、奇亚籽、紫苏籽都含有 ALA。另一种 Omega-3 每天舀1-2匙拌进燕麦或优格中，补充身体所需。核桃也是方便的来源，一把核桃仁不仅提供优质蛋白和矿物质，还富含 Omega-3 和多酚，可说是既美味又抗炎的零食。甚至连绿叶菜中也有少量 Omega-3， 可见饮食均衡是多么重要。现代营养学家和医生都强调健康油脂的重要性。例如，肾脏科医师江守山就建议，每个家庭不妨把大豆油、玉米油等换成橄榄油或苦茶油，这类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油，再搭配一些富含 Omega-3 的油，像紫苏油、亚麻仁油，拌凉菜用，烹调方式多用清蒸、水煮取代煎炸。这样一来 Omega-6 和 Omega-3 比例趋于平衡，身体发炎反应自然会减弱。记住一句话，好油能救命，坏油要命。每天摄取一点点好的脂肪，例如几颗橄榄、半条青鱼或者半汤匙亚麻籽油，都在为你的身体灭火。3. 缤纷水果与深色蔬菜，抗氧化的彩虹。想象一下，你面前摆着一盘色彩缤纷的水果沙拉，有红彤彤的番茄、橘黄色的南瓜、翠绿的菠菜、深紫的蓝莓，还有金黄色的芒果。这些颜色艳丽的蔬果不仅赏心悦目，每一种颜色背后其实都是一种抗氧化抗炎的天然物质。例如，红色波茄富含茄红素，能减少发炎介质对血管的伤害。蓝紫色莓果、蓝莓、黑莓、桑葚等含有花青素，这种强力抗氧化剂可以清除自由基，降低发炎指数。橙黄色蔬果、胡萝卜、南瓜、甜椒、芒果有大量贝塔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， 原能调节免疫功能，保护组织不受炎症破坏。深绿色叶菜、菠菜、羽衣甘蓝、芥菜含有维生素 E 和 K 以及叶黄素。维生素 E 是著名的抗氧化剂，维生素 K 则与抑制发炎有关。有研究指出，摄入维 K 丰富的蔬菜可明显降低人体炎症标志物。紫色高丽菜和茄子富含花青素和多酚，抗炎能力同样不容小觑。可以说，自然界各色食材就像各路超级英雄，有的挥舞抗氧化盾牌，有的释放抗炎技能，共同对抗体内的氧化压力和炎症反应。我们日常只要做到彩虹饮食，也就是每餐尽量摄入各种颜色的果蔬，就等于招募了一整支抗炎联盟，为健康助阵。举个例子，早餐喝杯奇异果、香蕉莓果、豆浆综合奶昔，午餐来一盘烤南瓜、甜椒拌苋菜，晚餐配番茄炒西兰花，再啃个苹果当点心。这样一天下来，你吃进去维 C、维 E、花青素、茄红素、类胡萝卜素等等数不清的营养素，它们会在体内协同作战，大大减少发炎反应对细胞的攻击。很多研究都支持这种做法，比如吃莓果的人群，其炎症指标普遍较低，经常吃西红柿制品的人，血管发炎状况较轻等等。甚至有人幽默地说，多吃菜少生气，其实一点都不假。蔬果吃多了，身体处于抗氧化状态，连情绪和皮肤都会跟着变好呢。是香料与药草，小调料的大疗效。打开厨房的调味柜，
你可能万万想不到，里面那些普普通通的瓶瓶罐罐，也藏着对抗慢性发炎的秘密武器。姜黄就是最闪亮的明星之一。这种印度咖喱常见的黄色香料，其主要成分姜黄素具有强大的抗炎活性。科学家发现，姜黄素可以抑制 NF-κB 等发炎途径，减少促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它能阻断发炎开关。有研究拿它来和布洛芬常见止痛消炎药比较，结果对于膝关节炎患者，姜黄素补充后，疼痛缓解程度几乎相当于布洛芬，但副作用更少。难怪有人管姜黄叫天然的消炎药。除了姜黄，我们熟悉的生姜也是宝。生姜辛辣温热，里头的姜醇和姜辣素不仅能驱寒暖胃，还能抑制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的合成。这些物质正是导致疼痛肿胀的罪魁祸首之一。许多老太太泡杯姜茶就能舒缓关节疼痛，并非心理作用，而是有真正的抗炎在发挥效用。再来看大蒜和洋葱，有人爱它们的味道，有人怕，但不可否认，它们富含的大蒜素等含硫化合物具有广谱抗菌抗炎效果。大蒜素能减少自由基生成，还能调节巨噬细胞的活动，从而减低体内慢性炎症。长期观察发现，饮食中爱吃大蒜洋葱的人，得某些癌症和关节炎的风险相对较低，原因可能就在于此。还有肉桂、桂皮，它的多酚含量极高，据说抗氧化能力在食材中名列前茅，对于降低血糖和抗发炎均有帮助。迷迭香、百里香等香草里含有迷迭香酸和鼠尾草酸，这些成分在实验中表现出抗炎抗菌特性。甚至辣椒中的辣椒素，别看吃到嘴里火辣辣，其实辣椒素用于患处反而能减轻疼痛，因为它会促使神经释放出 P 物质，长期看能降低痛觉传递和局部发炎。当然了，辣椒吃多了对胃不好，这里仅做补充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完全可以善用香料来帮忙抗炎。煮汤时丢几片姜，炒菜时加点蒜和洋葱，炖肉时放点姜黄粉和黑胡椒。黑胡椒碱能大幅提高姜黄素吸收，或者每天早上来一杯姜黄姜茶蜂蜜饮。这些美味的调味品，日积月累就能在你体内建立起抗炎屏障。难怪古人说药食同源，很多厨房里的东西真的是既是食物也是药呢。5. 全谷杂粮与膳食纤维，从肠道灭火。大家可能会疑惑，前面提到精致淀粉，像白面包、白米饭会促发炎，那是不是要完全不吃主食？其实关键在于选对碳水化合物的种类。精致谷物因为去除了麸皮和胚芽，留下的主要是淀粉，缺乏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吃了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，引发炎症反应。而全谷物则保留了天然营养，能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 族、维生素 E、镁、硒等元素，这些成分都对抗炎有益。纤维可以滋养肠道益生菌，产生丁酸等抗炎短链脂肪酸，镁有助于抑制发炎介质生成。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，可减轻发炎损伤。有趣的是，吃全谷物往往伴随着一个直接好处——体重控制。因为富含纤维的食物饱腹感强，不易暴饮暴食，而肥胖本身就是慢性发炎的温床。因此，用糙米、燕麦、全麦面包来代替白米白面包，长远看可以降低慢性发炎风险。美国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取高纤维饮食的人，体内 CRP 等炎症指标显著低于低纤维饮食者。难怪美国心脏协会把多吃全谷列为抗炎饮食的一条基本原则。在咱们亚洲饮食中，也有很多抗炎谷物哦，比如薏仁。薏仁在中医被用来利湿消肿，现代研究也表明其多糖和酚类物质具有抗炎抗肿瘤作用。荞麦富含卢丁，能强化血管、抗氧化、抗炎。红豆、绿豆这些杂粮和豆类不仅能替代部分细白米饭，还提供钾镁和各种植化素，帮助清热降火。所以不妨每天吃1-2碗全谷杂粮饭，或者以燕麦粥做早餐，既稳定血糖又远离发炎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豆类和坚果。豆类、黄豆、黑豆、扁豆等富含纤维和植物蛋白，可以降低 CRP 水平。坚果、杏仁、
开心果等有健康脂肪和维生素 E， 同样被证实有抗炎效果。例如，一项研究指出，每天吃坚果的女性体内炎症指标较少吃坚果者低 20% 以上。当然前提是适量，每天一小把，坚果热量高，可别贪多。6. 益生菌与发酵食品养好肠道生态。肠道不仅需要营养来修复，更需要良好的菌群来维持稳定。越来越多研究证明，肠道菌群失衡是慢性发炎的重要推手。有害菌过多会损伤肠壁，并释放内毒素，引发全身炎症反应。因此，摄取益生菌以及有益菌的食物，能帮我们釜底抽薪，减少发炎源头。常见的发酵食品如优格、酸奶、优酪乳、味噌、泡菜、酸菜、纳豆等都含有大量活的益生菌或者其代谢产物。这些好菌进入肠道后，能够抑制有害菌繁殖，降低肠道 pH 值，并产生一些抗炎物质。例如，益生菌可以促进产生前面提到的丁酸盐，后者是结肠细胞的能量来源，也具有抗炎作用。有临床试验发现，食用含益生菌的发酵乳制品8周，受试者体内 CRP 指标明显下降。还有研究显示，益生菌辅助治疗可以减轻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症状。除了直接摄取益生菌，我们也别忘了给益生菌提供食物，这食物就是益生元、膳食纤维和抗性淀粉。前面谈到多吃蔬菜、全谷，就是在给肠道有益菌供养。如果把肠道比作生态鱼塘，益生元是塘里的水草，益生菌是里面的鱼虾，有害菌则像杂草。通过调节饮食，我们就是在清理杂草、繁茂水草，让鱼虾养好。最终肠道这个发炎源变成抗炎工厂，帮我们源源不断产生有益物质。日常很简单，每天喝一杯低糖的优格或发酵乳饮料，或来点韩式泡菜、日本纳豆配饭，既开胃又养菌，让肠道舒舒服服，慢性发炎就难以乘虚而入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做个小结。同样是填饱肚子，我们其实可以有截然不同的选择。一种是随心所欲，大鱼大肉、甜饮料、高热量；一种是均衡适度，多蔬果好油料。前者会让体内燃起无形之火，把健康熬干烧尽；后者则让身体处处充满抗炎水分，把引火压制在萌芽之中。慢性发炎绝非小事，如果放任不管，它将逐渐吞噬你的活力与健康。但我们也无需恐慌，因为对抗它的法宝就藏在日常生活里，尤其藏在我们的餐桌上。从今天开始，把以上这些平民消炎神食融入你的每一餐吧。早上来碗燕麦加坚果配优格，午餐多一盘蔬菜少一块炸鸡，晚上用清蒸鱼和炖菜取代油炸食品，加点姜蒜调味。别小看每一口食物的选择，长年累月坚持下来，你等于是在体内派驻了一支抗炎消防队，默默守护着各个器官的安全。肠胃好了，关节灵活了，三高指标也稳定下来，整个人会焕然一新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漠视慢性发炎的重要，不愿改变饮食习惯，继续让身体处于发炎的风口浪尖，最终吃苦的还是自己。总而言之，别再让慢性发炎默默毁掉你的健康。全球第一消炎营养谷氨酰胺已经浮出水面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它，加强肠道屏障，从根本上灭火，同时调动其他抗炎食物一起上阵，全面围剿发炎因子，远离高油高糖，亲近蔬果杂粮，善用辛香料和好油脂，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。这些看似平凡的改变，将换来不可思议的健康红利。当然，饮食不是万灵药，充足睡眠、适度运动、控制压力同样重要，它们和营养互相配合，让你彻底告别慢性发炎的困扰。希望看完这篇文案，你能对慢性发炎有全新的认识。原来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吃来对抗它。现在就走进厨房，为自己煮一锅丰富的抗炎餐吧。也许是一锅暖乎乎的南瓜高丽菜杂粮粥，配一盘蒜炒绿叶菜。你的身体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感谢现在努力抗炎的你。记住，健康由自己掌握，每一口都是在为未来储蓄。让我们从今天起吃对每一餐，把慢性发炎这个健康杀手彻底赶出人生舞台。